我是老大身边的小弟，平时狐假虎威，做老大的复读机，给对面放些狠话。老大，别挑战我的底线！挑战底线？老大，我可以网开一面，没必要鱼死网破。鱼死网破，真到了要出力的时候，我就躲一边，溜达出去吃吃喝喝。一场纠纷结束后，我装模作样的痛着腿挪到老大身边。老大威武，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啊！老大的视线落在我油腻腻的嘴角，腿怎么痛了？脆汁鸡腿吃多了，补太过了是吗？我丝毫不慌，拿袖子胡乱抹了抹，谄笑道：买一送一，不买不是人。老大笑了，一众小弟都笑了，场面一片和气融融。笑完，他朝我摊开手，冷下脸面无表情道：我的呢？笑容垮掉，我跟着连起表情，狗腿的上前给他擦拭掉手指上的点点血迹。老大，您忘了今晚要去本家吗？您可以吃到大餐了，就不要介怀一个小鸡腿了。老大冷哼一声，谁稀罕？说着反扣住我的手，指甲轻轻划过掌心，稍稍往前一带，头顶的声音和胸腔的鸣震如立体声般环绕。去码头整点薯条，这是我们行里的黑话，意思是去外头掐根烟。但是对我和老大来说，它有另一层含义。烂尾楼的露台上，水泥面长满霉菌苔靴，裸露的钢筋生锈斑驳。其他小弟咋咋呼呼的声音很远。一片烟雾缭绕里，老大单手扣着我的后颈，我被吻得大脑缺氧，双手紧紧攀着老大的肩膀，我怕我双腿发软，一不留神就得从这毫无防护的平台坠落，那得摔成肉酱。良久，他放开我，眼底还有汹涌未平的情潮。指腹缓慢的摩拳过我有些肿的嘴唇，老大神情变得有些认真。今晚要不要和我一起去？我平复好呼吸，笑嘻嘻的后退一步。不啦，老大，我要和阿丁他们去涮火锅。本家是富家，每个月都有那么一天，富家两个少爷要和他们那老不死的掌权爹一块聚餐。说是聚餐，其实就是工作汇报。大少爷富介和二少爸富英怀，一对塑料兄弟，每月上演一场兄友弟恭的好戏，背地里厮杀的紧，宫斗似的。富介就是我的老大，很多次意乱情迷时，他让我喊他的名字，但我还是坚持叫他老大，毕竟他真的老大了。西装暴徒，帅得人腿软。临了都要转身走了，他又回头揪住我的衣领吻了上来。真不陪我去？不去。富介没再勉强我，燃得只剩半截的烟落在地上，点点星火转瞬即逝，偶尔也装样子出场。时间久了，底下的人难免看不惯你，对你不好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身影已经消失在楼梯拐角。知道啦，老大。阿随，你跟老大几年了？我盯着沸腾牛油锅里浮沉的一大块竹香虾滑，10年了吧？哟，怪不得。阿丁和其他几个小弟交换了下眼色，老大这么宠你，我有些莫名其妙。宠吗？他可一点都不留情，每次都把我的求饶当耳边风，不对，当助兴剂。得亏我腰好，不过订了婚后，应该不太顾得到我们这些小喽啰啦。虾滑从筷子滑落，几点油花溅在我手背，我不自觉地缩了缩。有人惊呼出声：订婚！我们老大阿丁看向那人，压低了声音，神神秘秘道：须我也是听老白讲的，这次本家聚餐就是商量联姻的事，听说对象是季家千金，老白是富家的司机。季家千金几回是富界的青梅，谁是联姻对象一目了然。而且谁能和几家联姻，就代表了谁今后在集团能有更大的话语权。他和傅英怀两个人手上的业务半斤八两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但傅界游走在灰色地带更多些，替本家干了不少脏活。傅英怀手上干干净净，风风光光的，着实有些不公平。傅界一直想回到明面上来，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再回神时，锅里那块虾滑已经不见了。阿丁烫得嘶哈嘶哈的，嘴角满是油光。我忽然失了胃口。你这就不吃了？我站起身笑笑，好像下午鸡腿吃多了。哈哈，活该！为了2个鸡腿错过一顿火锅。其实我晚上不能吃太饱，不然容易被傅界整吐。不过今晚
他应该不会找我了。截至目前，我有一半人生是跟着傅介度过的。12岁那年，我在街头和一群小混混打架，追出巷子时，差点被卷进他的车轮里。豪车紧急制动，司机骂骂咧咧的下车。我看着那群狗崽子跑远了追不上，一脚踹在轮胎上泄愤，毫不意外，当场就被司机拎了起来。正想着是碎他的西装还是踹他下体，车后座传来少年好听的声音：“上车吧，我带你去追他们。”傅介在车后座淡然的看书，明明比我大不了几岁，生活却是天壤之别。那时他的眉眼还略有青涩，也尚未卷入污糟的尔虞我诈。为什么打架？关你屁事！最终我还是没能追上那几个抢我饭钱的混蛋。我的手臂脱臼了。在他安静看书时，我坐在他对面，咔啦咔啦的试图徒手把骨头回正。再淡定的少爷眸子里还是闪过了一丝惊恐。你不痛的吗？我抬眼，掌握好角度力度就不会痛。咔啦咔啦，傅介丢开书，降下隔板，急声让司机开去了医院。从那之后，我也是有人罩的了。从火锅店出来，我晃荡去了第一次遇到傅介的那个巷口，店面大多倒闭了，很萧条。后来又在街头晃荡了很久才回家。刚一拐过街角，就看到那辆黑色的帕拉梅拉停在路边。男人随意的倚着车门，低头划手机，指尖的火光忽明忽暗。听到我的脚步声，他掐灭了烟。我径直过去拉开了门，傅介微亚挑眉，想在车上。去你家吧！他入座点火，向我瞥来一眼。发生什么了吗？我揉了揉自己的脸，反问他怎么了？我看起来很奇怪吗？他摇头，没有就好。我不会问他本家聚餐讲了什么，他也不会提。傅介的家在市中心顶楼，落地窗前可以俯瞰万家灯火，人和车都变成小小的，如尘埃般一点点的样子。我和傅介这样的关系开始于3年前。他的手段狠辣无情，得罪了一些人。那夜，他的管家把我从睡梦里喊醒，说他被人下了药，需要我帮忙。我不解，他不去医院，找我干嘛？半路才知道他被下的是什么药，但我至今仍不明白，那时他为什么会选择把我喊去。一路被送进套房，那时他整个人状态已经到了理智崩溃的边缘，浑身湿漉漉的泡在浴缸里，一开口嗓子沙哑，但也性感的要命。阿随，如果不愿意，就让白叔送你回去。笑死，我求之不得。当机立断，一把把老白推出门外，利落的关了门。失控混乱的那晚之后，我和他在这方面默契到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意思。有时候是他家，有时候是酒店，但我从不留宿。我觉得和傅介在同一张床上一起睡下是一种关系，但一起醒来是另一种关系。前者我可以控制，后者我不能涉足。今晚别回去了，傅介打断了我的回忆。我回头，他围了条浴巾，挡住了头顶灯光，犹如神奇。但是正经神奇的肩头，应该不会有那么多道血痕。我抓的。他学着我的样子蹲下身看了会窗景，喜欢。你可以每天都住在这里。他不止一次提过这个建议。别当小弟了，他给我安排工作。别住那个破烂房子了，和他住。别只围着他转了，找点自己的事做。我一条都没答应。没人规定做人一定要有远大志向和雄心壮志，我只想在傅介身边做一条有尊严的咸鱼。但是现在，我决定把自己放生了。傅介这2个字在心口盘旋了10多年，还是头一次从我口中念出来。他显然也是一愣，神情慢慢变得凝重。多聪明一人，可能他已经猜到了我想说什么，所以他捏住我的下巴，把我想说的话全堵了回去，狠狠破了皮，一嘴血腥味。不想住也没关系，我每天来找你。今天火锅吃得开心吗？下次带我去怎么样？不想和我2个人，就把阿丁他们都叫上。说起来，我们是不是很久没有一起吃饭？明天我把会推了。你想吃什么？头一次见惜字如金的傅介话这么密。
好多字，头晕。说到火锅，我就想起那块被别人吃掉的虾滑。我知道傅介早晚会像那块虾滑一样落在别人的碗里，或早或晚，迟早的事。在自己处境变得被动和潦草前，我要果断抽身，绝不拖泥带水。傅介，我打断他的话，你放我走吧。窗外灯火通明，他的眸色却一寸寸暗淡下去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，我不想继续这种关系了。我佯装无所谓的耸肩，腻了。我本以为他会和我纠缠争辩一番，没想到一支烟的时间过后，他就应允了。条件是不希望再在组织看到我，不过这正好也是我的本意。我顺利退出了，没告诉他，他本身就是我留在那里的全部意义。我没什么志向，从来都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冷不丁把每天如一日三餐般固定的事物从生活里划走，怪不适应的。时间完全属于自己后，我觉得一天24小时有些太多了，很漫长，很难熬。傅介给了我一张卡，好多个零，但我没动用，总感觉怪怪的。毕竟我俩谁也不欠谁，没必要拿人家像是分手费似的东西。在家里颓了几天，我找了份在便利店收银的工作。上班第一天漏扫了2块三明治，多找了20块钱，被闯进店的海鸥强行拖走了2串脆骨丸，一共损失52块8毛。幸好日薪够赔。结果晚上快收店时，店长又罚了我200。我很不服，该赔的损失已经赔了，怎么还要罚款？接到一个妈妈的投诉，你上班时间恐吓他儿子。我记得我有努力微笑服务，店长见我一脸不服气的样子，面无表情的还原现场。臭小子，你再在这里上蹿下跳叽叽哇哇，老子把你扔到海里喂鱼。我闭嘴了，心甘情愿付了200。下一秒，另一个收银妹子给我转了100。Triple A， 你家隔壁老王，谢谢你今天拯救乳腺，我给你分担一半。那小屁孩就该被扔到海里喂鱼。他是来兼职的，大学生，长得其实挺好看，但不知道为啥取了这么个名字。他说大学生都这样，精神状态都非常美丽。这涉及到我的盲区了，毕竟我没念过大学。前年傅介想动点关系，把我塞进一个大学，被我拒了。我那时为什么拒绝来着？那学校有点远，去了就不能天天见到他。妈的，真是恋爱脑。现在想再有这种机会就难了。正在后悔，电子音的欢迎光临突然响起，自动门一开，灌进一阵寒风。傅介立在门口，一身黑色羊绒大衣，围了条灰色围巾。围巾是我送他的，没什么表情，双眸幽邃，也看不出什么情绪。隔壁老王温柔提醒：先生，我们要打烊了。他径直走进来，扫了一眼货架，这排到那排都要了，你来收。隔壁老王噎了一声，颇为同情的看向我。我眨了眨眼，深吸了一口气。傅介，我们是实心，不看销售业绩。难道说你是特地来为难我？对傅介这样的人来说，这大概是他第一次走进便利店。果然他怔住了，半晌才犹豫道：那给我一杯热饮。隔壁老王温柔提醒：先生，机器已经关了，重启需要一点时间，到能制作还需要更多时间。傅介抬眸看我，还有多久下班？7分钟。我在外面等你。说完他退了出去，玻璃上起了水雾，朦朦胧胧间只能看到他虚虚的一个人影。老王欲言又止，我看出了他的八卦心，随口解释我之前的老大。他意味深长的哦了一声，便不再深问。直到全部整理完盘点完，已经过去了好几个7分钟。傅介立在路灯下，昏黄的光与他一身的肃杀寂寥感相融，氛围感拉满了。我鬼使神差的掏出手机，在按下快门的那一瞬，他转过头看我，微讶后浅浅的泛起点笑意。在拍我？没有，我是当场被人抓包有些囧，眼前忽然飘过一团白色的东西，仰头一看，灰蓝色的天幕被纷扬的雪花缀满，世界像是在颠倒的水晶球里一般。画面有些震撼，让我一时失了神。在拍雪，下雪了。前年初雪的时候，傅介带我泡了温泉；去年初雪的时候，傅介带我坐了摩天轮。
其实再往前算，每一年的初雪日都是一起过的。原来我和傅介已经一起走了那么远。这几天过得开心吗？在家无所事事，工作又频频犯错，每天都很想你，睡不着，根本睡不着，很丧，做什么都提不起劲，挺开心的。傅介的睫毛上也落了雪花。是吗？他摸了摸口袋，似乎是想掏烟，又停下了。那很好，我想问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，为什么来看我，最近好不好？但这些问题不用问都知道答案。于是一开口就变成了，傅介，你什么时候结婚？在听到我说要给他封一个大红包后，他黑了脸，头也不回的上车疾驰而去。临走前还把围巾扯了下来，丢在了我肩上。正好我脖子上空空的，有些冷。慢吞吞围上，织物上存留着他的体温。突然发什么火吗？反正我迟早得把那笔钱还他，他也迟早得结婚，一份子钱给他多合理啊！我知道他对我有特殊感情，并且很确定，只要我不主动终止，他会继续延续这段关系。但我也知道他的野心与抱负，会不择手段的争取傅家大权。我确实可以眼盲心瞎的装什么都不在意，就算他与别人迈入婚姻殿堂，也继续以前的日夜纵欢。不行，做不到一点。虽然我偷鸡摸狗正经事是一点都不干，但莫名的道德感贼他妈强。在演啥？冬日恋歌，老王吸溜着一杯关东煮，默默吃瓜。你45度斜望天空的姿态挺复古的。他杯中盛满了丸子，热气腾腾。怎么不早说没卖完的可以带走？那我刚才还能给傅介搞杯汤暖暖胃，算了，他吃不来这东西。这个点你要回学校？对啊，不然露宿街头。走回去？对啊，不然飞回去。大学生真没礼貌。不过想起他主动给我转的100块，我忍了，我陪你。这一带不是傅家的势力圈，晚上其实有点乱。你人还怪好的哩，给你一串北极翅，老王的学校还挺近，走了10几分钟就到了。他朝我扬扬手进了门，乳腺哥明天见了，明天演点别的剧情啊，大学生真是没边界感。我叼着木签子往回走，雪越下越大，路变得有些不太好走。迎面疾步过来一个穿着黑夹克的男子，撞到了我的肩膀，我还没吱声呢，他步履不停，扭过头低声咒骂了一句，迅速消失在雪花纷飞的路口。只是匆匆一瞥，我莫名觉得他有些眼熟。傅介的手机一直正在通话中，我只好拨给了阿丁。阿丁那头一片喧闹，他似乎喝大了，电话接起后喂了2声就开始溜顺呀，7个巧8匹马啊，快喝酒。无奈之下，我打车去了傅介的家。到了小区门口，刚一拉开车门，就听到了后面的制动声。见鬼了，他的车怎么跟在我后面？车里的人按亮了灯，对我做了个口型，上来。车里暖气开得很足，比抠门的出租车司机大方得多。只是我冒雪在外头奔来奔去，融化的雪花早已把外套浸得沉甸甸，热风一吹，不仅滴水还冒蒸汽。坐在副驾驶的我仿佛在蒸桑拿。不好意思啊，傅介，把你座位弄脏了。车子平稳的驶入地下车库，傅介看都没看我一眼，又不是第一次了，风太热了，吹得我脸烫。看他解了安全带，我连忙拽住他，我不上去。我把事情说完就走，他修长骨感的食指交叠放在方向盘上，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还是开口，说吧。其实我走出没几步就想起了那人是谁。他父亲开的建材公司欠了傅家很多钱，几辈子都填不上，所以准备举家逃到国外去，没成功，被傅介带人拦了。他爸被送进了局子，一家人都被限制出行。我跟上了他，听到他在和别人通电话，话里话外都透露着对傅介的恨意。要不是傅家一次性借那么多，他们也不会去搞那个狗屁项目，亏到上几代祖宗都落泪。所以陈明说他要对几回下手，他沈笑一声，颇有些不相信的意味。笨死了，整个圈子的人都知道他要和几回联姻，搞不到他当然会去搞他女人啊。对啊，你赶紧通知他吧，见他始终无动于衷的样子，我有点急，搞几回不就是搞傅家吗？
别磨蹭了。傅杰一扬眉，眼神略复杂的瞥了我一眼，又点点头，掏出了手机。眼尖如我，一眼就看到了他的通话记录。最新通话在2个小时前，可我刚刚才给他打过电话。生气上头拉黑了你半个小时，他似乎是看穿了我的心思，倒也坦诚，已经放出来了。我炸了，我靠傅介，你整这死处干嘛？万一我有紧急情报联系不上你怎么办啊？你想过这个问题吗？傅介就这么静静的看着我发飙，等我如里啪啦发泄完一通，才不疾不徐的开口：钟穗，你已经不是族里的人了。语调平和的话语却让大脑空白了一瞬，意识缓慢的回笼，我张着嘴却失了声。太久没听到这2个字，我的本名。这提醒着我现在不是傅介的谁了，我只是我，一个独立的，不与他有任何关系的人，就像我不再叫他老大一样，紧紧跟随他的日子已经结束了。很久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，知道了，以后不会多管闲事，你尽快联系几回，我先回去。傅介重新发动了车，季家我会去说，他家不是什么小门小户，一般人也动不了，不用急。而且他一脚油门，我因惯性被甩得贴紧了椅背，一句脏话噎在喉咙不上不下。而且在街上大声嚷嚷，让你听到计划的人应该也没多大的本事。原本还想倔强一下自己打车回去，现在被他话里的轻蔑一创，爱怎样就怎样吧，反正不是我联姻对象，他老婆出事关我什么事？躺平。一到我家楼下，我下了车就跑，一口气上楼甩上门，没急着开灯，一到窗边向下看去，他还没走。他车子的前方有一块区域积雪明显薄很多，透着水泥地的灰暗，在俯瞰视角下，形状和大小几乎完美重合傅介车子的车型。有个想法浮上心头，不会吧？难道雪下的最大的那会儿，他在楼下等我？他在便利店门口生气上车，及时离开，又开回了我家。结果我送大学生回学校，他左等右等没等到我。想到他气愤到极致，又不肯问我一声，咬牙切齿把我拖进黑名单。过了一会又自我调节好了，把我放出来。妈的，恋爱脑又犯了。一晚上没怎么睡好，结果第2天遇到老王也是哈欠连天。乳腺哥，早啊，这称呼还是怪怪的，叫我钟穗好了。哦，过了一会，老王说道：冬日恋哥，麻烦去仓库盘一下，香菇肉包还有货吗？老王说他很忙的，回学校还要争分夺秒补作业，去排练，路上还要背台词。他是话剧社的，听起来还挺充实的。有点木，每天都累得想数。老王皱眉哎呦了起来，朝我使了下眼色，这会没人，我去后面打个盹啊哥。我一脸正气的把他揪回来，给我好好充实着。老王稀稀疏疏掏出一张票递给我，收买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2个小时，设计的挺简陋的一张话剧票，日期是下周。滞销品。老王跳脚，很抢手的好吧？我揣进兜里，行了行了，去吧。那薄薄的一张纸隔着内衬，隔着皮肤，提醒着我那是我不曾涉足的另一个世界。快下班的时候，傅介又来了。之前怎么没觉得他这么闲？老王跟在我身后，今天不上晚班，天还亮着，不用我陪同回学校。我想等他走远后和傅介挑明，不要再闲着没事来找我了，于是就侧身站在一边等着他离开。老王眨巴眨巴大眼睛，歪了下头，恍然大悟似的又稀稀疏疏摸了一通包，掏出来一张票，上前塞到傅介手里。你和我客气啥？有需求直说啊，那到时候一起来哈，我再送你们一张后台合影。说完也不管我无语到极致的表情，朝我挤挤眼走了。你给我吧，反正你也没空去。虽然我不是很相信他说的很抢手，但总不能白白给他浪费掉一张。我早就算过了，那天是他回本家的日子，也是傅家与季家宣布联姻的日子。那可不一定。傅介将手揣回兜，微微侧手，示意我上车，陪我去吃顿火锅。犹豫了下，觉着也好，在饭桌上把话说明白了，热气腾腾的，不至于冷场尴尬。我想应该是我上一次传达的意思不够准确。傅介以为我想结束的只是身体上的联系，
但其实眼下这种明晃晃的暧昧也该断了。我怎么觉得你这房子哪里有漏风？我面无表情的夹起一块雪花肥牛，幻觉吧，还以为他会把我带去火锅店，没想到是在我家煮火锅。不得不承认他带来的食材比店里的高档的多，但是没了那种氛围，我要洒脱的把话说出来，难度加倍了。吃到一半，胃满了，胆子也肥了。我向后一靠，透过一片水雾注视着傅健，他在为我烫虾滑。我努力组织了一下语言，傅健，我现在不是阿随了，是中岁。以前我给你卖命陪你上床，现在我没有那种义务了，所以我现在在追你。傅健将虾滑夹起，放在我的碗里，平等的追求。他今天没穿正装，应该说我好久没看到他穿西装了。一件高领针织让好身材尽显无余，在同一个人身上看到了性感和禁欲并存。我咽了口水，不可控制的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一个夏天。我翻进了傅家老宅，顺着雨水管道爬到2楼，轻车熟路的到了傅健的窗前。他光着上身趴在床上，后背上是触目惊心的一团血瘀，戒尺留下的。他在一场钢琴大赛中失误丢了金奖，觉得颜面扫地的傅父对他施以嘉洒。看到我时，傅健原本灰暗无波的眼里亮起点光。他想把伤遮起来，被我拦住了。看着他精壮的上身，我忍不住骗他，血瘀被人亲一下就不会痛了。他将信将疑，却先让我把衣服撩起来。翻窗进入房间的姿势不太对，他一眼就看出我来之前和人打了架，还负了伤。肋骨下方确实有块青紫，是那个说我是没人要的野孩子的混蛋踹的，当然他为嘴贱付出的代价要严重的多。傅健缓缓靠近那块淤青，温热的呼吸落在皮肤上，激起一片战栗。快亲到的时候他停下了，仰起脸笑道，你心跳的好快，想来我在很早的时候就馋他了。火锅的蒸汽好像进了脑子，烫得我理智一片混沌。你这么瞎几把在说什么呀？傅健放下了筷子，表情很认真。中岁，你以为我为什么放你离开？我如果只是想和你在一起，我有10000种方法让你永远是我的。可是那天我突然意识到我错了，我们开始的契机很不合适，这导致了后面越来越偏轨。所以我想将它拨正，谁都不用依附于谁，没有利益纠葛，不掺任何杂质，人格独立的谈长久的恋爱。词好多，头晕。最后一句我算是听明白了，这特么是让我做小三吧？他们这样的阶级确实很擅长将这种不见天光的关系说得理直气壮，冠冕堂皇。就算结了婚也一样。傅杰愣了愣，随即笑了起来。我一直不觉得那一纸证书能代表什么感情，不过你想要，我一定会办到。啊，等等，他是说和我结婚？这特么不算重婚罪吗？系统不连通，好像确实不算。他们这样的阶级确实手段高超，道德感低下。在车后做淡然看书的少年，怎么变成如今的样子了？不可否认，他确实爱我，但他也爱财富与地位，以及能为他带来财富地位的人。反正那个人不是我。别狗叫了，我听不懂，说点人话吧。我收拾好纷乱的心情，笑嘻嘻抬眸，毫不意外的看到他脸色变得有些难看。说说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我家？傅健没再来接我下班。关东煮剩了很多没卖完，我和老王关门后捧着满满2大杯狂炫。你说嚼嚼嚼，这玩意儿嚼嚼嚼是谁发明的捏？嚼嚼嚼。别装可爱，老王不服气的哼了一声。唉，明天要上台了，现在就紧张的快失禁了。那你上台前一定记得上厕所。老王捧着纸杯停下脚步，两眼水汪汪。你们明天会来的吧？我不想服了他的心，点点头。尽量哈，我们社会人可是很忙的，其实我也不一定会去。我想看父继2家宣布联姻的实况直播。小姑娘到了学校还是愁眉苦脸的，我宽慰的拍了拍她，随便演，有骂你的，我绑了扔海里喂鱼。她这才神色松弛了一些。事实证明，狠话不要放太多，不然自己可能遭到反噬。回去的路上，我被暗处飞来的一闷棍击中后颈，眼前一黑，直接失去了意识。
尘土味、铁锈味以及淡淡的海风味道，我的大脑迅速辨析我可能在的位置。但那一棍实在是太重，到现在脑子还是嗡嗡的，思考起来实在是艰难。从被绑着的手腕的胀痛程度来看，我已经昏迷了很久。什么仇人下手这么狠？笑死！仇人太多，根本数不过来。下一秒，仇人自己主动亮明了身份。蒙在脸上的黑布被扯下，我闭了闭眼，才适应有光的环境。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凑得极近的有些扭曲的脸，是我前几天提醒傅介要多加注意的人。靠啊！陈明这个死畜生，不去搞几家绑我干嘛？他一脸凶狠阴更，联系傅介，让他准备2个亿送我们出国。我气笑了，你以为我谁啊？我只是他前任小弟，早就退出了。你要绑也绑个有点用的人啊！再走投无路也不是这么搞的呀，大哥！陈明不满的揪着我头发咒骂，他妈的，要不是几回那小娘们根本近不了身，也轮不到你。你要怪只能怪自己，闲着没事爬傅介的床干嘛呢？头皮一紧，我有些不可置信的看向他。在人前我一直掩饰的很好，没理由他这么一个人会知道我和傅介的关系。看到我的反应，他讥笑一声，从他身后的一个满脸横肉的彪形大汉手里拿过手机。我趁机扫视了一圈，加上他一共7个人，还没盘算2下，注意力就被他手机传来的动静吸引。画面很香艳，声音很冲击，称得上是一部好片子。如果片子主角不是我和傅介就好了。瞄了一眼监控左上角的时间，是3年前傅介被下药那天，是我们开始的那一天啊，这我得好好看看。从未想过还能以旁观者视角回看当年的战况，到激烈处我忍不住发出感叹：哎呦呦呦！要好家伙，这也行！我真他妈牛！陈明阴沉下脸，一个大汉上来就给了我一棍。我闷哼一声，闭了嘴。好歹你们算有点情义，他不会看着你被我沉了海喂鱼吧？下次要换个威胁人的话术了。这话怎么在他嘴里就这么漏？我和他早就断了，他不会在意我的。陈明听到这个回答，似乎毫不意外，手一递就把手机还给了大汉。可恶，我还想再观摩一会儿呢。那如果我把视频送给媒体呢？你说这联姻的节骨眼，他们会怎么看这段性丑闻？我默了默，自动忽略了丑闻2字，思忖道，可能都会觉得我超牛吧。又挨了一棍。陈明失去了耐心，催促我打电话。正好，我也没了耐心。我笑眯眯看向他，他被我看得直皱眉，有病啊！你他妈不会看上我了吧？死同性恋！你猜傅介为什么一直把我带在身边？陈明有些莫名其妙，一脸嫌恶，不就为了床上那点事吗？啊，那也没必要事事带着我吧。行了，知道你和他关系不一般了，谁不知道你就是他一挂件，什么活都不干，成天就围着他转。他瞪大了眼，似乎没反应过来我怎么忽然解开了束缚。那当然是因为我心满意足的看着他慢慢倒下，我超能打，能保他命啊！绳子绑得太紧，我不得不把骨头袄脱臼了再复位，着实花费了一些时间。好了，该找找是哪位大汉那一闷棍打那么重，找不到的话，那就都收拾了。不好意思，就算是挂件，我也是力速双 A 的挂件。最后我从大汉手里拿过手机，盘腿坐在陈明背上，美滋滋的再次点开视频，准备发给自己。可手机里忽然传来了傅介的声音，不是视频里那粗重的喘息，是真切的、焦急的中碎。陈明黑进监控系统的时候就被发现了。原本他是想找傅介的把柄，没想到找到了这段惊喜。在他下载到本地的时候，也自动下载了病毒。点播放后，病毒反黑了手机系统，传回了实时位置，还打开了语音通话。靠，那我说了什么，岂不是全被你听到了？电话那头只有呼呼的风声和急促的脚步声。中穗，有一点你说错了，你不是我的挂件。话筒传来的声音与身后的重叠，我转过身，看到傅介停下脚步，胸口还在不断起伏。你是我唯一的软肋。我怔了怔，还来不及好好体会这句话，一件很重要的事率先浮上心头。
我急得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，大吼：“傅介，你为什么要来啊？今天不是要宣布你和几回？”话还没问完，就被傅介凶狠的文堵回，力诉双 A， 但是对傅介没招。他想着我的脑袋，搂紧了我，在开口时声音有些哑：“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会靠联姻这种手段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？要联姻的人从来就不是我，以后也不会是我。我这种家庭的人，从小选不了自己想走的路，如果连相伴一生伴侣也选不了，是很悲哀的事。”胸腔里刷裂的心跳以及扣在我后背微微发颤的手，无一不清晰的告诉着我对他有多重要。所以我他妈的在顾影自怜自虐些什么？但我还是耿耿于怀。你就花了一支烟的时间，就决定和我断了，还让我离组。傅介无奈的叹了口气：“你没注意到组里人看你的眼神已经变味了吗？再待下去对你不利。而且我也说了，想和你谈正常的恋爱。”我还想说点什么，身下悠悠传来气若游丝的声音：“妈的颠公，傅介，你有本事和我单挑！”傅介将我抱离了一点距离，冷冷的扫了一圈，示意手下的人将这伙人带走。青天白日绑架人，够他吃好几壶。我结结实实挨了3棍，脱下衣服时，上身却不止3处青紫。陈明那个瘪三，该不会趁着我昏迷泄私愤吧？傅介眸底一片暗色，伸手轻轻抚过，痛吗？还行啊，骨头没断。察觉到他的视线，我有些不自然的想把衣服穿回。真皮坐垫随着动作发出晦涩的组织声，在车厢狭小的空间里显得有些暧昧。他凑过来按下了我的手，一个对视我就知道他想做什么，不由得全身紧绷。傅介慢慢俯下身，吻在我胸口那团淤青上，我倒吸了一口气。他轻笑了声，心跳的好快，我慌乱的推了他一把，结结巴巴的开口：“老王。”傅介微微蹙起了眉：“老王？”他演出是不是快开始了？他愣了一会，才反应过来我在说什么。不急，先去医院，吃了饭再去。我拗不过他，只能顺从的去了医院，一路催促着司机快一点。紧赶慢赶，还是没赶上。到了小剧场时，老王刚刚讲完最后一句台词谢幕。钻进后台，我堆起笑努力夸：“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演出啊！”老王抹嘴，显然有些不高兴。行了，台下就这么几个人，扫一眼就知道你们在没在。不知该说什么好了，我向傅介投去求助的目光。傅介心领神会，如果你还想演，我可以给你安排一下。老王对傅介还是比较拘谨，连连摆手：“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体验过就够了。我接下来还有别的安排呢。”合影后，老王告诉我，便利店的工作他不会再去了，已经攒够了去长白山玩的钱了。玩完就要收心，好好找工作了。他是对人生有很清晰规划的人，傅介也是。无所事事、毫无目标的人，好像只有我。从前我一直围着傅介转，基本没有自己的生活。傅介意识到这一点，顺水推舟将我带出了公转引力。现在我该努力自转了。走出校门的时候，我停下了脚步。傅介安静的等在一边，等我理好思绪。傅介，我想回去念书。他抿了抿嘴，弯起笑意。好，我觉得他理解错了我的意思，连忙补充：我要自己考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我考不上？没有。傅介将炸毛的我搂进怀里安抚，我只是突然开始担心，你见识过了更大的世界，接触到了更多的人，会不会觉得我也不过如此？我火气还没消，哼哼道：“那可不一定。”环着我的手臂猛然收紧，说话间，我能感觉到他胸腔的震动和小腹的紧绷。那我就把你关起来，想学什么我亲自教你。亲自2字落得极重，我莫名想起了那个视频，耳根发烫。傅介，突然想了。想什么？想整点薯条。